普京曾于2020年1月23日表示他的主要外交政策目标之一是缔结新雅尔塔协议。如果美国能促成这样的协议，俄罗斯就可能会同意。那么中国会同意吗？没有法国和英国，美国专家建议以中俄三分天下。如果中国同意了，那可就上当了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最近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发了题为为了对抗中俄，让势力范围再次伟大的文章，作者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电磁脉冲工作队的副主任大卫派。他提出美国迫切需要有一种新的具有前瞻性的大战略，并将其重新集中在保卫美国的核心以及重要的利益上。其中心思想就是应该以中国和俄罗斯缔结新的雅尔塔协议，中美俄划分势力范围，从而减少三方的冲突机会。派恩接着指出，如果新雅尔塔协议成立，美国的势力范围将包括整个西半球以及西欧、日本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。那么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呢，将包括前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以及塞尔维亚、伊朗、伊拉克、叙利亚和利比亚。那么他给中国画出的势力范围，那么包括哪些地方呢？包括东南亚、朝鲜、巴基斯坦、阿富汗以及大约6个共产党领导的非洲国家。派恩认为，这种战略可以同时坚持战略紧缩和离岸制衡，优势非常大。首先呢，美国将会避开前沿部署的态势，可以降低美国卷入大国战争的风险。那么经过20年的阿富汗战争，俄罗斯和中国在几乎所有关键性的战略军事技术领域呢，都超过了美国。美国需要开始重建现代化的战略核武库和战略防御能力，因此需要在军事部署上进行收缩。第二点呢，是美国在海外的军事收缩将进一步削弱对反美恐怖主义的支持。由于美国不再参与海外战争了，那么反美恐怖主义的力量，它所受到的支持呢，也就会被减弱，这对美国的安全而言非常重要。第三呢，它将大大的削弱中俄联盟的关系。给这三国划定了势力范围以后呢，美国与中俄的直接冲突就没有了，那么中俄之间就有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冲突，这就是离岸制衡的作用。派恩认为，1945年2月签订的雅尔塔协定维护了欧洲半个多世纪的和平，非常成功。普京曾于2020年1月23日表示他的主要外交政策目标之一是缔结新雅尔塔协议。如果美国能促成这样的协议，俄罗斯就可能会同意。那么中国会同意吗？当然不会同意。中国的全球战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，与所有的国家一起共同发展经济，不需要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。美国目前正呈现出衰落的态势，而中国所呈现的则是崛起的态势。这证明中国走的道路才是对的。美国划定的势力范围很明显是要把整个欧洲划走，显然这也不符合中国的战略意义，因为我们是要和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发展、共同提高的。而中国目前推动的是多极的世界，不干涉他国内政，是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基石。几十年代的发展证明了中国正在全世界赢得人心。如果中国同意这样的战略，将会引起周边国家的反对，甚至呢引发进一步的矛盾和冲突。第三呢，美国想利用意识形态来定义中国形象，也不是中国所需要的。各国走什么样的道路，特别是发展道路，是由各自国家的国情所确定的，不应该因此而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。因为中国不输出革命，当然也就不会搞什么所谓的势力范围。最后，派恩的观点代表的只是美国部分高层人士的焦虑，但是它不代表美国的主流意见。现实是，美国不可能放弃干涉台湾，也不可能放弃东南亚，更不可能放弃全球霸权。大国之间的较量，最终比拼的还是社会制度的优越性
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科技的竞赛等因素。中国只要做好自己正在做的事儿，就会在未来几年内就整体而言超过美国。但是超过美国并不是我们的目的，何况我们的人口比美国多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要比美国低很多，因此我们还需要不断的努力发展。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，中国绝对不会走霸权道路，从而呢也就不会背上沉重的包袱。未来我们的发展才有可能长盛不衰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